大家好，我是戴眼镜拿着话筒的阿拉斯加偏偏。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是去年金马又一力作，呼声不亚于血观音的大佛普拉斯。故事发生在台湾乡下，太普是一个雕塑厂的夜间保安，厂里最近接了个大伙要造一个佛像，佛身和头都已经做好，就差把脖子连起来就完工了。太普家有老母，无妻无子，平时去人家葬礼上打鼓挣着外快，还因为鼓打得不好，一言不合就被团长踹飞。杜才是太普唯一的朋友，他是个无业游民，职业捡废品，业余爱好夹娃娃，平时哼哧哼哧往回收站拉一大车，只换回同学甩给他的100块台币，约合人民币21块3毛8。本想着多要点，话刚出口就被劈头盖脸一顿怼，只能骑着摩托车灰溜溜的离开。一天，杜才像往常一样，悄悄溜进工厂找太普聊天，来之前还帮我给老朋友带一沓捡来的羞羞杂志。他们唯一的娱乐就是对着杂志上的美女开荤段子。这摄影师胖有得过诺贝尔摄影奖哦。杜才突然想到家里还有点剩菜剩饭，觉得拿来给菜谱加个餐。刚一出门就看到一个神秘女人的车停在工厂门口，看起来像是在等人。另一边，菜谱的老板黄启文正搂着比基尼美女，跟各种达官显贵们开泳池 party。黄启文跟菜谱杜才是两个世界的人，开好车养小三，和官员们称兄道弟。估计今天派对上又搞定了一个大项目。副议长是酒喝开了，人也嗨了，感觉自己帅呆了。黄启文带着小三早早离开了派对，正在一个隧道里为爱鼓掌，鼓得天昏地暗。而同时，黄启文的手机也响得天昏地暗，给他打电话的正是刚才杜才看到的神秘女人叶女士。叶女士人狠话不多，让黄启文立刻到老地方和她见面，否则后果自负。这时去拿饭的杜才也早就回来了，因为警卫室的电视坏了，杜才灵机一动，怂恿菜谱一起看黄启文那台旧车的行车记录仪。有的同学可能会问了，行车记录仪有什么好看的呢？首先，当然这是因为杜才和菜谱足够无聊，看什么也比傻坐着好。另外，通过行车记录仪可以看到黄启文平时去哪里风流，还能听到他在车上跟别人说了什么。两人刚一打开行车记录仪，果然就进到了另一个世界。记录仪中，黄启文正带着女大学生去开房，3个小时的钟点房花了1980，连地下停车场都是彩灯闪烁。而此时的菜谱正在吃着冰的搅都搅不开的剩饭。记录仪这边的警卫室也是破破烂烂，毫无颜色。虽然杜才和菜谱看得很爽，但记录仪也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有料的部分太少，大部分都是枯燥无聊的巡逻。两人看着看着就睡着了，一觉睡到了凌晨快3点。菜谱的老板黄启文开着车子匆匆忙忙回来了。前面说他跟叶女士去了老地方谈事，看样子这是谈完了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谈什么事会谈到这么晚呢？第二天一早，工人们蒙圈了，一个晚上的时间，佛像居然已经做好了，佛头和佛身已经连在了一起。敢问是谁这么优秀呢？我接起来的啦，昨暝我一个人踮遐做到天光，我若等甲恁做到好，当时啊。黄启文看起来有点神态紧张，难道是为了赶工累的？咱们接着往下看。修完佛像后，黄启文准备出门，走之前还告诉菜谱自己的车标崴了，让菜谱把车标搬正。另一边，杜才在捡垃圾时跟警察发生争执，车被扣了，挨了一顿打，还上了当地的电视台。不过好在杜才身上也没啥油水，领了个便当就被放了出来。又到了一个晚上，杜才和菜谱继续看着行车记录仪，他们翻到了一个很早之前的影像，车里有一个声音非常妩媚大胆，正在跟黄启文做着不可描述的事。这个声音正是那天晚上给黄启文打电话的叶女士，原来她就是黄启文的上一任情妇。镜头一转，大佛山的法师和工作人员们来到佛像厂验收大佛，大家都觉得这大佛造的简直是无与伦比的美丽啊，就是稍微有一点点小瑕疵。伊眉毛吼，敢若不对称呢，爱嘴皮吼，迄目敢若唔知是正边啊倒边有较起一点啊，啊，搁有吼，伊目睭开起来是伫想代志啊，是伫度孤哈。啊，上重要是讲哦，伊的下巴一定要抬起来，有精神，爱通普度众生。啊，不过你即马看起来敢若哦垂头丧气的，嘿，安尼刚好。阿弥陀佛。因为高委员是中间人，看到这么较劲的买家也是没谁了，窝了一肚子火，提出把佛头锯开重新制作。一听到要锯开佛头，黄启文吓出一身冷汗，赶紧说是因为角度问题，姜还是老的辣。高委员说重新制作其实是逗你玩呢，我们就把佛头锯开重新制作。那护国法会的事，我们就延到明年再来好好的办。好。法会当然不可能拖到明年来办，所以大佛也不需要再重做。黄启文算是松了一口气。一个下雨的晚上，杜才又来找菜谱看行车记录仪，因为黄启文的那台新车今晚开回了工厂，所以他们今晚看的是最近几天的影像，而且正是那天泳池派对后，黄启文带小三在隧道里偷情的那一段，也就是杜才在工厂门口看到叶女士的那晚。上面说了，没过多久，叶女士的电话打来了，约黄启文老地方见面。黄启文出了隧道后，两人在郊外见面。原来是黄启文有了新欢之后就抛弃了叶女士。叶女士跟了黄启文多年，不但为他打过胎，还为他解锁了各种新姿势。如今40多岁了，是名分和钱一样也没捞着。今晚就是来找黄启文最后谈判的，而且是谈得拢就谈，谈不拢就要开撕的那种。不但要找黄启文的老婆自爆，还要告发黄启文曾经跟秘书长这个老男人滚过床单。黄启文一听吓坏了，一气之下想到了杀人灭口。他先在车里打晕叶女士，又把她带回了工厂，在那尊没完工的大佛面前活活砸死了叶女士。砸的时候还被叶女士扯下了头套，露出了秃顶。到这里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当初黄启文的车标崴了，就是因为他砸叶女士时撞歪的。这一幕简直颠覆了杜才和菜谱的想象。本以为有钱人的世界只是花天酒地，没想到黑到了这种程度。菜谱提出要不要去报警。你唔知影警察甲法院拢是好野人开的吗？
俩人就这么惊恐的坐了一夜，天一亮就四处拜佛求神明指点。另一边，警方接到报案说叶女士失踪，找到黄启文询问情况，说叶女士在失踪当晚给他打了上百通电话。眼看着黄启文杀人的事情就要被问了出来，副议长冲到警局就把警察一顿臭骂，还大摇大摆的接走了黄启文。说不定和黄启文滚过床单的老男人不止秘书长，还有这个副议长。晚上，黄启文来到蔡普的警卫室，取下了头套，问蔡普有没有见过他秃顶的样子，还阴阳怪气的说了一大堆。不过有一句话最关键，我是感觉讲人哦，主要就是爱平安。 很明显，蔡普和杜才看行车记录仪的事已经被黄启文知道了。第二天一早，杜才的尸体在一个田沟里被发现，警方的检验结果是酒驾，但是很奇怪，因为杜才从不喝酒，即便是喝也没钱把自己喝醉。那他到底是因为什么死的呢？大家肯定心里都有数。杜才死后，蔡普决定去他家看一看，这是第一次有人进杜才的家。蔡普坐在杜才的床上，发现旁边摆满了杜才家来的娃娃。电影临近尾声，这一天台湾南部发生了2件大事，一件是护国法会，大佛从交通上抬出，坐着货车驰骋在高速公路，明明是好天气，佛像的后面却是一片乌云密布。另一件是杜才出殡，蔡普和杜才的朋友土豆世家一起吹着走音的喇叭，打着走拍的鼓，慢慢悠悠地走在乡间小道。更有意思的是，杜才的遗照还是那张在电视新闻里被警察压在地上的视频截图。电影的最后，大佛被顺利地送到了护国法会，无数的信徒手捧长明灯，面对着大佛虔诚地诵经。突然一阵风起，蜡烛熄灭，大佛中传来一阵敲击声。 电影到这里也就结束了。故事虽然看起来简单，但可以解读的地方实在太多。别急，咱们一个个来。首先是故事的真相。电影的时间跨度其实很短，就是从叶女士被杀的那天晚上开始，到最后法会正式举办的几天之内，同时也是从杜才和蔡普第一次看行车记录仪开始，到杜才的葬礼结束。很明显，黄启文把叶女士的尸体藏在了佛像当中，然后连夜把佛头和佛身连了起来。因此，高委员说要把佛头锯开时，黄启文会吓出一身冷汗。至于为什么叶女士死了那么久还能在大佛里装出声来，这里是个超现实的表现手法，我们待会儿再讲。电影中把一个小小的台湾乡下分成了2个截然不同的平行世界，一个是杜才、蔡普和朋友们的世界，这个世界是黑白的，他们没有名字，互相称呼只是用绰号和俚语代替。他们光是要捧起饭碗就要拼尽全部力气。蔡普被3乐团团长一脚踹飞后，只能尴尬的爬起来拍拍灰、扶扶墨镜。杜才卖废品时被同学又坑又骂，也只能推着车灰溜溜的走开。除了杜才和蔡普，电影中还有一些匆匆而过的人物，他们和故事的主线无关，也基本没有台词。比如世家，他是比杜才和蔡普更卑微的人物，彻彻底底的流浪儿，在3年前的一天突然出现，没有人知道他的身世。他住在海边废弃的威少里，除了杜才，没有任何一个朋友。大家觉得杜才死得很悲惨，但他甚至会羡慕杜才的死。起码伫伊死的时阵，伫涂骹阁会当画出一个人形。像伊这种孤独的流浪儿，应该是死了真久才会互发现。到时阵尸体拢已经烂了啊，只会当勉强伫涂骹画出死水的圆形。很多人说这个一言不发、神神秘秘的世家，就是佛在这部电影里的一个化身。还有杜才在废弃工厂遇到的中年男人，他看起来身材魁梧，衣着也很干净，却被生活逼上了绝路。杜才怎么叫他都一言不发，上吊的绳子也已经绑好，夏日的雷雨倾盆而下，没有人知道他经历了什么。他们和杜才、蔡普一起构成了那个艰难又卑微的世界，也正是他们把电影的底色拉进了深不可测的悲凉。他们是拜佛的穷人，连平安的活着都需要神灵的庇佑。与之相对的是黄启文和副议长高委员那个声色犬马的世界，这个世界是彩色的，他们有名有姓，还有官职和尊号。黄启文是董事长大老板，他包小三、睡大学生、逼情妇打胎、杀人藏尸、暗杀杜才。副议长每天酒池肉林、徇私枉法，把杀人凶手直接从警局带走，还说黄启文是菩萨心上的爱心企业家。这个世界的底色是龌龊的，所以黄启文的头套被扯了下来，露出了尴尬又丑陋的秃顶。副议长的大幅选举海报被蔡普拿来盖了漏雨的屋顶。我想副议长不但重情、重义、重分味，为民挡风挡雨嘛走第一。黄启文这些人是造佛的富人，表面上风光，却干着最肮脏无耻的丑事。但如果只是把他们简单分为2个世界，也是不太对。电影中还有一个更隐秘的世界，那就是每个人内心的宇宙，这是我们作为上帝视角都看不透的地方。就像杜才为什么总是喜欢夹娃娃，又为什么要睡在飞碟床上？世家为什么只有听着涛声才能睡觉？那个自杀的中年男人又为什么一言不发？这些我们永远都无法知道。对于他们来说，尽管生活黑白一片，但还是要在心底最深处保留着一块田，还是要在荒漠一般的现实中小心翼翼地呵护着自己的那一层绿洲。也正因为如此，尽管他们像蝼蚁一样活着，也努力活出了蝼蚁的尊严。另外，电影中还有一个打破第4面墙的尝试，就是导演化身说书人，用了一个近乎佛和上帝的视角，将电影的多处妙笔融合成一个整体。那些幽默智慧的金句，让电影始终保持了轻盈，不至于陷入苦大仇深的煽情中。蔡某即马才发现，伊对杜才竟然是这么青分。我想，虽然即马是太空时代，人类早就已经会当坐太空船去月球。但永远无法度去探索别人内心的宇宙。
最后关于电影的结尾，为什么叶女士会在佛像中发出声音？难道是又复活了吗？偏偏认为这应该是不可能的。这里是导演有意为之，一方面还生活一个真相，让尸检沉冤昭雪，善恶终有报，给人性一丝安慰；另一方面是导演自己的解读。在一个观影会上，一个粉丝曾提出过这个问题，导演是这么回答的：刚刚荧幕黑屏，整个戏院一片黑暗，听着一声声厚重的敲击，你不觉得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叶女士？我们都被封在了佛像里，那一声声敲击，不就是我们自己发出的吗？大佛普拉斯的意蕴都在原片中，几分钟的解读肯定还原不了它的魅力，推荐大家都去看看原片。好了，今天就说到这里，拜了个拜。